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你在家持咒修行的时候，你所要持的念珠的一些相关的疑问，以及你应该如何如理如法的持咒修行。我们在念佛持咒，我们持念珠，就是要摄受我们的心在我们所缘境。那这个所缘境就是以佛菩萨为主的所缘境，也就是我们讲的皈依境，就是我们以前方有无量无数的诸佛菩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十方三世一切诸菩萨，还有十方三世一切的贤圣僧，还有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所讲说的法，所以基本上是佛法僧三宝。所以我们是在观想，是以前方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诸法，然后贤圣僧为我们的皈依境。所以我们持咒念佛，就是在唤起觉醒我们本具的如来藏，以这个本具清净的自信，就是我们讲的清净的自信佛，以这个清净的如来藏来对境前方遍虚空遍法界的佛法僧三宝，以佛跟菩萨为主要的皈依境。当然，如果你这一座修法，也就是你现在做的功课是以念阿弥陀佛经，持阿弥陀佛圣号，前方你的皈依境就是以阿弥陀佛为主尊的佛，环绕在阿弥陀佛身边，那当然就是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诸大菩萨，在阿弥陀佛净土的诸大菩萨，你要做这样的一个观想。也就是说，我们在持咒念佛，手持念珠，我们事实上对境就是佛菩萨圆满的报身报土。那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观想，所以我们念一声佛号，或念一声观世音菩萨的圣号，乃至于持一句咒语，都有无限量的功德。因为我们这时候当下的身语意，就是身体就是很专注身心，手持念珠，认真的持佛号或者是持咒语，我们这时候嘴巴念出来的就是阿弥陀佛的圣号、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或者是咒语。这个咒语有可能是观世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有可能是阿弥陀佛的阿弥陀佛心咒，也有可能是药师咒，也有可能是大悲咒、楞严咒。所以这个咒语就是我们的语，就是我们这当下提起念珠，让我们提起我们本具的如来藏清净的自心，在口持咒念佛的时候，我们的语，我们是照做跟诸佛菩萨一样的语业，因为我们现在念的是咒嘛，咒就是佛的真言，是秘密故，是不可思量功德故。所以我们那时候嘴巴所念的咒语，不管你有没有持戒，不管你今生过去生所造的是善还是恶为多，你这一当下你是跟诸佛菩萨相念的。如果你是持的是大悲咒，那你就是跟观世音菩萨直接是连结的，就是观世音菩萨千手观音直接是连结的，因为你嘴巴念的是大悲咒，南无汉那达那多拉耶耶，南无阿里耶婆卢吉利斯佛拉耶。如果你是念的是楞严咒，一样也是跟释迦牟尼佛直接连结的。如果你是念的是药师咒，那就是你的前方就是以药师佛为主尊，旁边就有药师七佛，所以这是以药师佛为对境。所以你在持咒的时候，首先你要了解你这个咒语它的本尊是谁，是哪一尊佛，哪一尊菩萨。所以你在持咒念佛的时候，你的前面的虚空当中，你就要观想这一位佛或者是这位菩萨。如果你持的是准提菩萨心咒，或者准提菩萨咒，那你就是要观想准提菩萨在你前面虚空当中。
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修行者在持咒念佛都会习惯持有念珠。我们的身就是在波动念珠，身安住；语我们在持咒念佛，尤其持咒的话，这个咒就是陀罗尼，是佛或菩萨所说的他的真言，也就是我们念出来的这些咒语，就是当初观世音菩萨、当初释迦牟尼佛、当初药师佛他发出来的音声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的咒语就是诸佛菩萨的真言，秘密真言陀罗尼。当我们在持咒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没有跟人家吵架，也没有骂人，也没有说绮语。语业有4种，就是恶口、两舌、绮语跟妄语。我们在持咒念佛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口业造作的恶业，这时候是止息的，是完全不发生的，因为我们在持咒嘛，我们在持佛菩萨的陀罗尼。身安住，手拨念珠；语我们就是持佛菩萨的陀罗尼。那在进阶意，那这是我们的心该怎么办呢？心提起大悲心、菩提心，相应诸佛菩萨的本心。我们的时候的心不应该东想西想也不应该想待会儿我们要开会待会儿我要去做饭，待会儿我要怎么样做什么事，或者在懊悔我们上1秒钟、上1分钟，或者昨天所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我们的心都不应该有这些妄念，不管是好的、不好的，都不要去升起。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身安住，手持念珠；语口持诸佛菩萨的陀罗尼咒语；意就是要升起相似诸佛菩萨的大悲心、菩提心，然后没有这个贪嗔痴，没有妄念。那这个时候意呢，我们就要模拟、学习、模仿，想办法的去升起这个一念清净无染的大悲心，一念清净无染的为利益六道的有情离苦得乐，希望我们跟所有六道的众生都能成正等正觉。这个心就是菩提心。那这个心呢，我们就转化过来了不再是我们凡夫的心，想东想西，或者想别人对我们好，别人不好。我们这时候心是要转换成，就是有点转那个频道，转到诸佛菩萨的频道。比如说你是持准提咒，你的心就要转到，你就是跟准提菩萨的心性是无二无别，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你持的是大悲咒，你就把你的心要转换成跟千手观音一模一样，无二无别。假设你持的是药师咒，你也是把你的心转换成跟药师佛一样，无二无别，希望利益一切的众生身心无病无苦，现世一切圆满。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呢，不再是凡夫的这时候的心绪等流，我们应该要把它转换成诸佛菩萨的心性等流。所以你看，我们在持咒念佛的时候，我们的身是安住的是禅坐的，或者是静坐的，或者安住在一个地方。语口我们所念诵出来的是佛菩萨的陀罗尼，我们的意是诸佛菩萨的大悲心总持，菩提心所摄持。所以如果你今天念佛持咒3分钟，你这3分钟的功德就是唤起你本具的如来藏，就是种下你将来成佛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正因。也就是说，你在念佛持咒，你就是在播种了。你这个种是什么呢？就是播证悟成佛的种子。那当然这取决于你的发心，就是简简单单的，假设我们持5遍大悲咒，大概是15分钟左右的时间。南无汉那达那多拉耶，南无阿里耶婆罗吉提斯佛拉耶，菩提萨埵波耶，摩诃萨埵波耶。我们就这样一句一句的念下去。这当下你的身、你的语、你的意，尤其是你的语跟你的意，是跟观世音菩萨是无二无别的。
当然我们的身没有办法跟观世音菩萨一样，我们还是凡夫身，但是你的意，一个起心动念就是一个业识种子，你的一个发心持咒念佛就是一个种子，就是一个将来可以自利利他成就佛果的菩提种子。所以我们在修行当中看似容易，也不太简单，这就是我们讲的修行的心要。修行仰赖三宝，佛法僧三宝。出家人因为他有毕生的修行的经验，乃至于过去生的修行的这个心行业力，来到今生他的愿力来度化众生。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皈依三宝，就是有佛宝、法宝跟僧宝。佛宝就是已经是证悟的诸佛，过去无量的诸佛，法诸佛菩萨所留下来的教法，也就是我们讲的佛经。僧就是出家僧，具足清净戒律梵行的僧人，不是只有看形象的那种出家人，你要辨别这些出家人是具有清净的梵行的出家人，比如没有家庭，没有吃肉，没有行淫，这些戒律他都能够清净的持守。所以为什么要皈依佛法僧三宝，就是让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去请教的一个师父。出家人一定是修学的比在家居士更为精进，所以有更多的心得可以跟在家居士分享。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持咒、持念珠，就是在唤醒我们自己，我们就是一个修行者。不管是你是一个出家的修行者，还是一个在家居士的修行者，就是提醒自己，当我们拿起念珠，就是提醒自己，我们就是一个修行者。那我们在念佛持咒，就是提醒自己，我们要把我们的身语意，就是要转化，就是要升华，就是要进化为跟诸佛菩萨无二无别的身语意的业行。所以你如果在持咒念佛，你都可以一直发这个广大的正愿。你念这个佛号3分钟，或者持咒3分钟，3个小时，你时时刻刻都已经种下了一个清净的业因，就是依止这个对境是诸佛菩萨，是清净的资粮田。这个未来你一定会感得清净的正果，经由无量劫的阿僧祇劫的修行，最后能够感得自利利他，成就无上的菩提正果。所以你看，就一个持念珠，它都有一些心性的行为可以做修行，就是念一个佛号，它都有无量的心念的转换跟修行在里面。持一个咒语也是一样的，所以在持咒念佛，我们持念珠的时候，不用太过执着，你是用左手去拿，右手去拿，什么材质的念珠到底要不要用计数器，这些都不用太过执着，因为这些都只是一个表法，来去让我们唤起我们自己本具的如来藏，也就是我们本具清净的这个佛性。因为诸佛是已成之佛，就是他们已经是证悟成佛的，那众生是尚未觉醒的佛，也就是说六道的众生，所有的众生，上到天界下到地狱道的众生，每一个众生都是寸动含灵，它都有无量的本具的如来藏，跟诸佛菩萨的体性一样清净无染。那只是因为我们后天无量劫来，因为无明所染，而贪嗔痴慢疑的交构与结合，然后众生不能够觉悟，不能认清我们自己有本具的如来藏。我们的频道有非常多的法友，有些很多都是还没有皈依的这些
朋友们我们讲法友，就是因为对佛法感兴趣的朋友，我们说法友非常多的也有很多是年轻人10几岁、20几岁、30几岁，一直到60、70岁的都有在看我们的频道，看我们的影片，听咒语、学咒语、学习诸佛菩萨的故事，这都是非常的好。那我也希望各位借由观看我这一片教学的影片，知道如何正确的持念珠，跟我们在持念珠的时候，我们的心应该要如何的去安住，如何的去升起这个修行的次第。我觉得你每一次的持咒，每一次的念佛，一定会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就如同诸佛菩萨如临你的面前，在对你直接的加持保佑你。那我也希望我这个影片能够得到你一些共鸣。那如果你觉得在我的这一则教学当中你受益很大，有些内容对你有所启发，请你一定要在我的影片里点赞，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然后留言告诉我。因为你越是点赞分享，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影片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启发。那我以后在教学的影片，我会朝着这个方向，透过这个网络的弘法，能够陪伴各位更去入诸佛菩萨的体性，不是只有光放咒语听一听那能够更直接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这是我的发心与立愿。那我也希望各位记得，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请您订阅我们大悲菩提寺的官方 YouTube 频道。那如果你受益我们的分享，不只是我的这一则影片还有妙音法师的影片，所有我们在我们的官方频道里的影片，都请你可以转为分享，去让更多的朋友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因为你每一个分享的动作，就是在造作一个善业，也是帮忙弘扬正法。那我希望各位一切吉祥如意，善愿圆满。那我们下回见。记得如果你喜欢影片，记得要跟我们点赞分享跟按下小铃铛如果你想支持我们的网络弘法，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会员。感恩你，那我们下回见。阿弥陀佛。